太堵了，我觉得还有一站的距离，所以不如走路，这样比较方便一些。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路况，这边都是去通向这个乌兰海关的，马来西亚这边，所以也是非常的堵。超级多人，大概等了半个小时才进入马来西亚关卡。从马来西亚关口出来的话，然后这边立刻就会到达这一个叫做 GS Central 的这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周边还有正在建的，不懂这个是什么。对，这个天桥啊是肯定要从马来西亚是去这个商场的这个方向，然后呢再从这边原路回去，就是进入马来西亚关口的位置了。所以也是有很多人周六周天从马来西亚，然后就来到新山，然后因为毕竟物价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也比较更加划算一些。那更多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因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经常会有这些做工的人，也就是每日出勤，在新加坡下班之后，然后他们就坐车回到马来西亚，然后早上凌晨5点多可能又出发到新加坡，所以是非常辛苦的。哇，天气也是一样的热，其实就是过了一个海峡，过了一个桥，然后就到了新山，马来西亚。然后呢，从商场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就在外面，他就会招揽这个生意啊，就问看有没有去新加坡的人。因为从这边回新加坡啊，它也是可以去打这个计程车，或者是私人这个驾车，它给回去，有点像在中国这个火车站的那种感觉。哎，问你要不要去新加坡？城市与城市之间，这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私家车就把你载回去了。然后一般费用都是在100新币左右吧，是这样的一个价格范围，因为毕竟你走私家车的话，不需要去排队，不需要去挤公交车，所以也是比较方便的。平房77点，但是回收的租金大概有可以租3000块，如果是人民币的话就是1.5的话，650多万。从这个关卡出来啊，它是有很多就在这边去销售它这个房产，所以在这边其实来买房子是蛮多的，因为它的回报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了。所以大家能看到，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从海关，马来西亚海关，然后出来的地方。然后从这边出来之后呢，这边就是有很多卖手机卡、卖早饭、卖很多，因为这边毕竟来说呢，新马这边每日通勤的人还是蛮多的。然后这里其实就是坐火车的地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实是有火车的，但这个火车票是非常难买，需要提前去订购，所以就是在这个位置。我是没有坐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程序年街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程序年街啊，我也不懂，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介绍，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刚刚来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拱门，
文化街的这个拱门。我确实觉得他这句话写得很对啊！你看，保存祖先历史，留给祖孙未来。华人这种天生的这种性格，勤劳、节俭、不服输，哇，真的是非常让人去敬佩。上个世纪这一些早一辈出来在外面发展谋生路的这一代人，1368年，所以从明朝那个时候就开始运送这一个丝绸、瓷器、铁器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是在1855年，这个人叫做迪斯干达，这个不重要，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就是这一个是之前的这个名字。然后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叫做哲蚌巴入，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新山。当然了，新山在很久以前呢，把新加坡那边雾兰叫做老山，所以就是早一批的这些潮州人，因为他们善于经商嘛，所以为了区别，然后把这个地方就称之了新山，新的一个开辟的一个地方。和之前新加坡雾兰老山做以区别。在一开始初期，新山初期呢，潮州人还是华人社会的主要社群了。然后因为他们比较善于经商嘛，到最后呢，福建人和海南人也相续的进入到这里。但是呢，因为很多行业都被潮州人都已经占领了，所以他们就相去开辟一些比较冷门的，比如说面包店、咖啡店啊、西餐呀这些。文娱产业这个我这个感觉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行业啊，他们已经占领了，然后呢，你就要去想想这些其他的这个行业，你要在这个地方要生存下去，要扎根下去早期还是潮汕人来的比较多，所以呢，很多港口啊，它都是以这个姓氏，比如说就是陈楚刚。他姓黄楚刚，或者郑楚刚，所以十有八九里面都是潮州人比较多一些。之后呢，才是闽南地区的人，有自己的，这也可以叫做新山一带的这个港主。比如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陈开顺港主，陈港主。所以可以看见啊，这边有这个武帮，就是早期的这一个海南、广肇。客家、福建、潮州5个方言群，他们自己组建的这个会馆，像我原来一直不懂，为什么海外有这么多会馆呢？其实，它是一种同乡联系感情、团结同乡力量的一个联络所，就是共谋同乡的这个福利。尤其在早期，华人处于弱势，他有这个设立会员，子女奖励学金呀。发扬传统文化，这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所以从来没有听过西安会馆啊，我们这边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是1937年777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抗日救亡，所以很多当地的华侨就自己自发的成立了这个新山区华侨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分会，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当初的这个捐款，中央银行，所以这都是当初进行这个筹赈资助中国抗日。然后在1938年的时候，这边就成立了这个南洋筹赈祖国难民会，简称南侨总会。就是号召各地的这个华人对集自己所能加入这个抗日的这个筹赈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呀，也是轰轰烈烈，这个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的一个历史。然后呢，尤其是我是觉得在这个随后这个日治时期啊，你想想当初成立这个对中国抗日的这个捐赠呀，所以日治时期其实也是日本大量的去残害这个很多无辜人民都会颇受这个残害。日本强制性要求这个华侨总会去这个支付这个奉纳金，而且也是对于经济的一个掠夺。所以也是在1942年的时候呢，1942年那个时候还属于英军在管理殖民时期，英军那个时候就炸毁了这一个长堤，然后呢退守新加坡，日军就开始占领了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到了日治时期了，是被很多无辜的人都被受到这个残迫，这个也称之为人民悲惨的3年8个月，3年8个月是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在这边顶层它其实是一个关于这个南洋华侨工会的一个发展史。其实从上面可以看到，在29年呀，在中国抗日前期啊，有像捐赠、筹赈这个粮草，还有筹赈这一个金钱去抗日。包括耳熟能详的这个福建会馆，比如说陈嘉庚，当初这个组织华侨抗敌运动委员会，这都是当初对早期中国做出的很巨大的贡献。所以早期从潮汕就是沿海地区出来的这一辈人这种精神、精致团结，就是这样的感受。我是很震撼。这从1855年一直到可以说到现在吧，这期间所发生的100多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是要了解历史，知道之前都发生了什么，才能更好的去把握眼下，就是这样的。